这不是我乱讲，这是我问过哦，真的是问过，我问的是住青埔社区的哦，就桃园青埔他们觉得台湾房价怎么样哦？他们觉得台湾的房价太亲民了，但是太便宜了哦。然后买了之后土地私有，贷款随便你贷，对他们来说这叫不可思议哦。然后房子又大又新又舒服哦，在香港他们都不可能觉得自己会住到这种房子哦。我跟你讲，这就是开放之后恐怖的地方哦。这个我们台湾的房子哦，我们看叫做价格很高啊，以那个富裕国家的人来看哦，稍微开放外资哦，开放移民哦。他们还是觉得台湾房地产4个字大有可为哦，这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啊！你先上车嘛，不然怎么办哦？好，那最后我要说，那个少子化办公室你要加油啊，不要再混了啊！这个，对啊，少子化办公室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对不对？就算了，我不要那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主意哈反正就是这样。如果担心以后买不起房子，应该要先买一间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房子买贵了该怎么办？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房子会不会贵到买不起？这个是我在 PTT 看到的它标题是这样子写，就是说请益在房地产讨论版 Home Sale 版请问没有立即性需求，但又怕未来买不起房然后他就说小弟目前年薪130万，名下无贷款，资产股票500万，现金500万。最近看房价一直涨，但因为是单亲家庭，反正就讲他自己的事，他就会怕嘛好，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跟你讨论一下那这个原 po 的状况是这样，年薪130，然后名下无房贷也没信贷，都没有贷款，很干净那手上有股票500万跟现金500万。那因为他现在是跟他妈妈住，有女朋友，但是还没有到论及婚嫁的程度就还没有发生意外。然后现在就是看房价一直涨，在想说是不是没有买房的需求，但要不要就先把它买起来，不然以后的话会不会涨到买不起这样好，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我有去看原 po 那篇帖子底下的回文嘛那因为他之前都在投资股票，没有想要投资房地产。如果未来买了房子以后，那当然就是以自住为主那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这个原 po 就是没有想要买房投资但是又怕未来要追高，导致自己可能损失很大，或是买不起，所以才在焦虑，才在纠结那我的看法是这样买房子对你比较好会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叫买房阿元就那边无脑鼓吹买房而是就现在买房这个行为最符合那个原 po 的利益。因为以他现在的年薪跟存款他的最佳解应该是什么？他最佳解应该是去买在同一个社区2间房子最好买在隔壁间因为他文章有提到他现在担心的事情叫做他担心他妈妈自己住很危险那他也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女生都不愿意跟公婆住，废话，我是女生我也不愿意那所以就直接买2间最好隔壁间，这样之后就不会有婆媳问题。之后他照顾他妈妈也很方便那生小孩的话，小孩直接寄放在妈妈家，这个也非常的理想那而且他们2户人家说不定用一个冰箱就好，对不对我不知道。好，那以这个原 po 的现况来说，他就是要想办法找同个社区刚好2间房子在卖才能够解套。所以你要知道想买预售也是越早越好为什么扯到预售就是因为你中古你怎么样可以刚好有旁边正在卖，很难超难的啦所以就预售预售的时候你就一直买2间就在隔壁那至于要不要做客变什么的那个都再说，预售才会很容易会有这种机会好，那如果你买预售的话，就是要快因为现在缺工又缺料那越来越严重，而且短期之内看起来都不会缓解经济学有教过越稀缺的东西价格怎样越高所以它就会反映在价格上也就是说未来预售物的价格这边有悬念只会越来越贵而已那
只要政策环境没有变的话，只会越来越贵而已。好，那你现在又是说需要有房子才能解套的状况，那还有什么好想的？难道我要推荐你去买更多的股票啊？莫名其妙那你就是早点买，然后来让自己未来可以解套嘛。那既然是买房子这种事情当然是越早越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还是会去买中古屋，因为你手上等于有1000万你要拿来买房子，中古屋基本上是随便挑可能还要还一点贷款，不过这个1000万做本金在中南部这个很好处理了那当然你说刚好在同社区这种机会要等等看，不好等，甚至你应该等不到。但是反正你现在又没有立即居住的需求，又知道你未来会有买房的需求，在这个情况之下，先练习开始看房子。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反正你没有蹲到同社区的房子你还是可以卖掉啊。那到时候有赚到这个时间带来的资产膨胀红利你还是可以把钱拿去加码买更好的房子怎么算都不叫亏了。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房子会不会贵到买不起？我们先聊了在 PTT 上看到的一个案例年薪130没有贷款，500万股票，500万现金那因为他自己有投资股票，所以不打算投资房地产，但是又很担心未来房价上涨的话怎么办，所以在考虑。然后他又有一些需求，就是希望跟妈妈住得很近，这样不要是同一间，但是很近对啊，那我的建议是，就找同一间社区的房子最好是在隔壁间中古找不到你就预售，预售你就自己看价格能不能接受，就这样就可以同时解决掉照顾妈妈跟未来要婆媳的问题，就分开住嘛。那如果你买预售屋的话，是越早越好，因为现在就是缺工缺料，价格越来越高如果是我的话，还是会买中古屋我就喜欢中古屋嘛那。如果这个人是我的话我现在就知道我未来有购物需求，那即使不买，我也会开始看，你知道自然比较好。那最后我想问你，你会担心房子日后涨到买不起啦？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要骂政府也可以啦好，那就是注意你的措辞这个我这个频道都有一些公部门的人在看呢真的，他还来加我赖问我问题也有点恐怖。好，那如果你想知道各种买房该注意的事情，记得订阅加按赞并且加入频道的会员以后我会分享更多给你会员频道大概都在讲说不能公开拍的一些资讯比较刺激的八卦那比较不刺激的八卦现在来讲八卦讲八卦。哎呀，我讲这个我要被骂了，你知道吗？就说先说结论长期来说，房价将在松绑外国人买房时会再度向上，不是攀升到时候是飙升这个政策在未来30年之内，你一定看得到，一定见得到因为台湾就少子化嘛那就怎样？就只能往外面补人进来嘛，就这样。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开放10万印度劳工的新闻？10万印度劳工，你看政府一开口，我是3000、5000，为什么直接10万、20万？10万人为单位，这很夸张呢那落地生根，跟他们每天要吃饭睡觉，对不对那像现在也有相当多的新台湾之子这个在以前民国50年代战后婴儿潮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发生那现在就人变少，那所以现在政府就会开始布局外面的人进来那没办法，台湾人自己生育率就是这么低这是什么国安危机嘛，对不对那所以势必会怎样？会逐渐松绑，开放外国人买台湾住台湾的房子，因为只能这样，没有更好的办法，除非我们换新老板可能国旗都一起换一换那不然的话就没办法，就这样我早就把这题拿去问过 AI 了，一问到这敏感的政治问题 ，AI 都不回答，就 ChatGPT， 我都想方设法，我换个方式去问他，我说假设怎样怎样怎样，一颗星球怎样怎样，对，然后我用假设，他也是讲这个对吧？就开放移民了好，那除非啦这讲这个又更敏感了，不谈了总之就是台湾目前房地产是完全内资的市场，我们只是靠岛内的钱，自己的钱那边玩来玩去，就可以把房价玩成这样。那以后开放外国的钱来台湾，会发生这种事？对，你说那些都还很遥远不需要准备。我跟你说，这个你跟我都遇得到因为最晚2054年就看得到了2054不好记我们都记20502050。
往后30年，怎么可能对外资开放没有动作？不可能，人已少成这样了哈。因为少子化是怎样？它一旦发生就不可逆哦，几乎是不可逆的。那你只能开放，那一旦开放，外国的人进来了，钱也会冲进来，你知道？因为台湾的持有税环境对外国而言太神奇了，太低了，是个资金怎样长期停泊的好地方。那到时候你想想看，一旦稍微开放了，就是这个门锁得紧紧的你稍微打开一个门缝，还冲进来10亿美金冲进台北市，你看这个台北市房地产会发生什么事长期来说，到了那一天你最好这样，手上要有房子，而不是你们两袖清风居住正义到时候你要跟外国的钱来抢房子你又抽不到社会住宅，我看你要怎么办？你抽到又怎样就3年，最多6年之后嘞，之后你更老了，赚钱能力更糟了，然后你没有房子，对吧？你猜猜看香港反送中之后，香港人有多少跑来台湾自产买房子过日子？他们这就住台湾了那你去访谈这些香港人有问过这不是我乱讲，这是我问过真的是问过，我问的是住青埔社区的就桃园青埔他们觉得台湾房价怎么样他们觉得台湾的房价太亲民了，真是太便宜了然后买了之后土地私有，贷款随便你贷。对他们来说，这叫不可思议然后房子又大又新又舒服在香港他们都不可能觉得自己会住到这种房子我跟你讲，这就是开放之后恐怖的地方这个我们台湾的房子我们看叫做价格很高以那个富裕国家的人来看稍微开放外资开放移民他们还是觉得台湾房地产4个字大有可为这很恐怖这很恐怖你先上车嘛，不然怎么办好，那最后我要说，那个少子化办公室，你要加油不要再混了这个，对少子化办公室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对不对？就算了，我不要那么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主意反正就是这样跟你分享。影片看完了我是买房阿元我跟你讲买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的难度绝对不亚于你去追女朋友。你看再多的浪漫爱情电影、偶像剧，听再多的两性专家分析，都绝对比不上你直接去追看女生反正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买会增值的好房子这件事情也一样。你听我在这边讲这个房子不能买那个房子适合自住这个房子可以，这个投报不错。就算你再听了100集，你手上也不会凭空变出一间房子所以你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下场去看房子你先看再说那你才会知道哪一种房子适合你。长期自产买下来你不会怕。为什么我会说买房子跟追女生很像你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在交往之前东挑西挑，条件超级之高，对另一半的要求超级之多男的他就要另一半怎样，肤白貌美大长腿，女的就要男生怎么样，温柔多金8块腹肌。那最后你去看这个要求最多的同学他的对象是不是跟他当初设定的其实差别蛮远的？买房子也是很多新手在买房子的时候也都一堆幻想什么坪数要大，总价要低，景观要好，屋龄要轻。那这种稳赚不赔顶级物件其实根本不会轮到你跟我来买。那所以只有你真的下场了你真的开始去看房子，你才会感受到市场的温度，你才会知道说哪一种房子是你可以买，而且你愿意买那你买了以后你不会怕的。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去找到一位信任的房仲就带你去看，帮你完成买房子交易。这个房仲的角色其实真的很像媒婆。例如今天你要找另一半就算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找对象，你还是可以玩交友软体但是房子它不会主动跟你聊天。59以上房子那么多间，你24小时在那边刷你也刷不完。那最有效率 CP 值最高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需求，自产需求，你告诉你信任的房仲，那他来帮你媒合房子。像我买高雄的房子也都是配合这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配合超久了，超过10年，我没骗你。那人家就是在地经营嘛，就是专业那我跟他要房子他也都会先过滤适合自产的，他才会 po 给我，也不会强迫推销那你只要考虑这个房子你能不能接受这样就好了非常的 OK。 我是相当信任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自己有买卖过我才推荐给你的，而且买卖超过10年那我高雄的买卖都是委托他们我不骗你。在高雄不止台积电各项重大建设也都在盖。如果你要自产高雄，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非常久了
非常的尽心负责，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你有房子要买或是要卖啊，我就推荐你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买房阿元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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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啊，那马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会 po 给你那个适合自产的房子。但是我知道台北人怎么样？天龙人很多，我的观众还是中型台北，那你就加另一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就买台北的意思。这位我以前不敢 po 出来那这位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导师，非常厉害的等级他店在信义区，他平常主要都是服务台北市超高资产的客户台北市的房地产跟重大建设，我有不懂我也是问他，所以不管你要自产台北、新北或是你房子要给他们卖也都可以啦。那不过我要提醒一下既然你都敢去看台北市了，那你的实力就要够你不要没多少钱，你说你要自产台北就去闹我前辈那边你实力就要够不要没多少预算那边跑去闹这样我真的会被他骂。那我台北、高雄的口袋名单我都推荐给你了那自产台北你就加 LINE。我再说一次高雄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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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那台北的 LINE 是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最后记得好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合法缴税。额外提醒，欢迎加入我买房阿元的付费频道会员，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OK。